在上一集裡，我們已經證明了3位鑰匙守護者擁有全遊戲最高的 RPK 击杀收益，他們也是高级符文最慷慨的 BOSS。然而，你是不是已經刷图刷得很累了，還不知道到底要刷多久才能做到想要的符文之語？你手裡可能攒了一些鑰匙，8號或者是15號符文，但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湊齊，做出無限或者謎團。丝状理解这种感觉。在这一集里，我要向大家介紹一個強大的工具——符文之語規劃器。它能幫你制定一份清晰可見的路線圖，讓你在最短的時間內刷出任何你想要的符文之語。這一切都基於數學，並且基於你個人的效率。符文之語規劃器工具在這裡，點開鏈接，打開頁面。在這裡選擇你想制作的符文之語，比如說我們想做一個 Infinity 無限，下面在這裡會顯示需要的成本。做一個無限需要 41.5 個 IST 24號符文。右邊會顯示它的計劃時間表，要完成無限總共需要的刷图時間是 30.9 個小时。接着，規劃器會為你提供一份詳細的作戰計劃。你需要刷女伯爵，大概是 13.6 小時，340場；召喚者 9.2 小時，347場；尼拉塞克 8.1 小時，303場。最後產出的目標是32套鑰匙。如果把這32套鑰匙全部交易掉，你可以換回32個 IST。然而，我們剛才注意到，做一個無限需要 41.5 個 IST， 那剩下的 9.5 個 IST 怎麼辦呢？將由我們刷的這3個 Key Holder 掉落的其他的低級符文和寶石來填補。在工具裡會列出刷了 30.9 小時，我們将會得到的預測的掉落有這些：32套鑰匙，這個是無瑕寶石106個，塔符文95個，Ra 符文64個，等等。通過賣掉4組 Ra， 可以換回4個 IST， 2組 Hell， 1組寶石。這些呢，總共可以換回來7個 IST。另外呢，應該能達到1個 IST， 同時有2個Mail 也可以換回來1個 IST。此外，塔應該超過60個，交易掉呢也能換回1個 IST。所以總共這些物品可以換回來10個 IST，4加6、7、8、9、10，一共10個 IST。這樣的話，再加上這32個 IST。我們就能夠得到42個 IST， 完全覆蓋我們需要的成本，簡單明了，對吧？另外呢，還有幸運一擊啊，即使是臉黑到像影子一樣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你也能在31個小時之內搞定一個無限。當然，對於運氣好的朋友來說，這個時間有望大幅縮短。我們可以看到，規劃器上面還會顯示，你有 25.9% 的概率撿到至少一個哈。當然，大概率是一個，2個以上就概率就更低了哈。撿到一個或者1個以上，26號以上的符文。如果你只盯着 low 以上的28號以上的，那麼大概有 13.3% 的概率可以得到一個或者多個這樣的高級符文。這個勝算其實並不低，不是嗎？如果你運氣爆棚，刷到了一個 Wax， 就能省下3小時。如果你是賭場之王，直接爆出 low 甚至 Jar， 你可以直接省下24个小时，
也就意味着你只需要刷17個小時就能做出无限。這可不是那種虛無縹緲的希望，而是基於可實現價值的嚴密計劃。只要你刷到了物品價值，達到了目標，你就可以隨時提前收工。思壯經常收到這樣的評論：嘿，思壯，我跑得比你快，我只需要10秒鐘我就能刷完崔凡客。或者這樣的評論：哎，你的物價是哪來的？準不準呢？這些都是非常棒的反饋。現在我們就針對每個個人情況進行自定義的這個功能。首先，天梯的階段與物價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況設定的。這裡我們把天梯遊戲的分為3個階段，那這3個階段的物價呢會有所變化。在第一階段，物價高的時候呢，我們需要刷图的時間可能就会更長一些。在第3個階段，末期物價相对會下降，我們需要刷的时間就會短一些。一般來說，在大多數時間會處在第2階段。那通過這個，我們可以快速的按照不同階段、不同物價水平來做計劃。此外呢，你如果覺得思壯給出的這個價格不科學、不準確，對吧？或者是跟你所在的服務器不一樣，那麼也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所在的服務器的價格，自己理解的價格來調整。點擊這裡這個自定價格表，就可以編輯所有這裡會產生掉落的這個物品的價格。比如說在我的服務器，我1個 RA 就能賣1個 RST， 好吧？你填了以後呢，你會發現你只需要刷13.3個小時就能做出来把 Infinity， 当然這個不太現實哈。我覺得你填個15還是有可能的11個的話，那你會說比如說，但是我交易技能特別好，我特別厲害，我上網站交易或者是什麼沒關係你說我10個 Hell 我就能賣掉，就能換回來1個 ST， 也可以。那你會發現你這裡的價格會直接反映到你的這個執行計劃上去。對，還有其他的這些高幅的這個價格，我們都可以改了之後呢，它馬上就會體現在你的實際計劃當中。另外還有剛才說的，如果你有頂級 build， 那就別用思壯的默認值，你輸入自己刷女伯爵、召喚者和尼拉赛克的平均時间。例如你如果能夠2分鐘就能平均2分鐘你就能刷完女伯爵，那麼修改這裡的時間，你会看到總時間呢就馬上就減少了。比如說思壯這個 build 不好，然後呢手腳也比較笨，要跑1.6分鐘。你說如果你的 build 特別強，然後呢你的操作也特別棒，对吧？無論是召喚者還是尼拉赛克，你只需要1分鐘就能跑完。你會發現你做 Infinity 這只需要更少的時間，21.5個小時你就能完成。所以你的 build 優化直接等同於在遊戲中節省下來大把的時間。當然了，思壯在這裡也做個提醒關於計時的重要提醒，別用你的極限衝刺時間來計算。比如說你刷尼拉赛克，你極限冲刺时间，你甚至说我可以45秒，有 0.7 分鐘我就能刷完这個是很棒。但是呢，這裡我們不能用極限時間，建議是應該輸入一個你能夠持續2小時以上的平均速度，那才是真正的能做出一個切合實際的一個刷寶計劃。如果你輸入一個不現實的速度，那你也只能得到一個不現實的計劃。思壯的這個默認值呢，是思壯自己經過上千次的測試以後得出了一個平均值，大家可以參考。那這個符文之語規劃器它本身是基於嚴謹的數學來進行的。我們之前說過，用魔法才能戰勝魔法，用數學才能擊敗暴雪。這裡呢就是規劃器所依賴的數學模型，它的總體模型是以我們要的這個 ST 值為目標，求解所需要的最小的時間。
那它分成4步。第一步呢，首先用这个公式通过轮循贪心算法计算所需要的时间，然後在3個 boss 裡面進行最合理的時間分配。第二步，將刷圖掉落按掉率分成可預測掉落和彩票掉落，計算得到其條件概率。第三步，通過這個條件概率以及市場價格表，我們就可以得到刷圖過程當中我們可以實現的價值。匯總起來，我們就得到我們每做一步所能夠獲得的 ST 價值。最終第4步，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泊松分布公式來計算高幅，就是低概率的這些掉落品的掉落概率。因為它跟高掉率的不一樣，高掉率我們可以確定在刷圖時間內就一定能刷出來，低掉落概率的這些物品我們是無法保證的，因為它們動不動就上萬次，我們真的不可能刷上萬次，對吧？所以呢，我們對它計算掉落概率是更合理的，用泊松分布公式我們就可以計算出來一組高幅掉落的概率。最終我們得到了模型的輸出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時間，我們在每個 boss需要分配的時間，以及高幅掉率的可能性。規劃器考慮了每個人的刷圖效率以及遊戲內的物價，剛才已經說了，可以輸入自己的更準確的數據。如果你認為絲狀的默認值不是特別適合你，你可以輸入自己的數據。同時呢，這個規劃器呢會智能的只計算那些能夠成組交易的物品，它不會給你算出來一個理論上的小數啊，比如說4.3個 RST 這種你用 raw 的物品交易我們都是做不到的。因此它最終能夠給出一個可操作的一個作戰計劃，而不是一個理論假設。一旦我們有了這個規劃器，拿到了這份計劃，你的大腦將可以變得無比清晰，你會知道你現在的進度怎麼樣了，你進行到什麼階段了，你離目標還有多遠？你什麼時候能達成目標？你再也不用陷入那種整天漫無目標、絕望的刷圖心態當中，遊戲體驗將得到極大提升。相信大家都可以很快做出想要的高級符文，從而能夠玩到更多《暗黑2》裡新增的高級遊戲內容。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會是，那刷這3位鑰匙守護者最好的 build 是什麼呢？我將在下一期視頻中分享具體的 build 指南。訂閱絲狀遊戲基地，不錯過下期視頻。我是絲狀，下次見。